你醒了。遗迹呢？进行到哪里了？已经结束了。您在遗迹的途中睡着了。哎，我怎么会？那个，在这种重要的场合睡着，会有之前那种惩罚吗？这次关的时间可不可以短一点？我真的不想再回到那种地方去了。不要紧张，遗迹很顺利，这一次您做得很好。哎，哪怕我连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清楚。是的，因为您优秀地完成了整个遗迹中最重要的环节，所以睡着了也没关系。来，擦拭一下身子，小心着凉。见过祭司大人，您吩咐的物品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就让侍卫送您回家吧。这座城市的人们会铭记您的付出。铭记付出什么的太重了，这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鉴于您这一次的表现很完美，所以神殿额外为您准备了一些报酬，还请收下。那未来如果还有祭祀的需求，请您也一并配合神殿，好吗？没问题，我会做好的。
哎呦，拉米亚回来了，神殿那边还顺利吗？很顺利。看，祭司大人们这回也送了很多好东西。要不要尝尝？城里的早鸡都买不到这么新鲜的水果，啊，还有肉也是，都是新织好的。真不错呀！拉米亚以后能像那些祭司一样住进神殿里吗？我也想，但神殿看不上我这样的渔民女，只是遗迹恰好需要我这么一个人罢了。哎呀，未来的事儿谁说得准呢？现在给的衣服就这么好了，那再进一步留下来，不是更好？留下来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哎，那可不一定。遗迹可是关系整座城镇安危的大事。拉米亚，你年纪轻轻就参与了这么多回，会有机会的。但愿吧，成为祭司什么的还是太遥远了。不过话说，我要是真的当上了祭司，那村子里的人是不是都得听我的命令？那肯定啊，到时候啊，每家每户每天吃什么、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出海，什么时候节庆，都是你说了算。哦，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哦。哦，对了，邻里的纠纷也得找你，像那些什么小偷小摸、家长里短，也需要你来一一分个对错。但我什么都没说过，还请让祭司大人保佑我继续现在3天打鱼2天上网的生活。车上的东西你来分吧，我要去找海丹他们玩了。去吧去吧，他们这会儿都在赶海呢。多玩点好啊，多玩点好。只要玩得开心，孩子们就不会想回家喽。不想回家？
算了。海棠，这么多，这个分量，感觉可以让我好多天都不用出海，躺在家里晒太阳。羡慕吧？走，我们一起。这次海潮带上来的东西可多了，随便捡捡就是一大桶。等会儿我多捡一点，食物储备充足的话，那个忙起来一日三餐都不规律的家伙就可以按时吃饭了。最不济也能晒干烤制成零食，随时随地应急用。拉米亚姐姐，你说的一日三餐都不规律的家伙是谁呀？村子里有这样的人吗？感觉到了饭点，大家都跟饿死鬼一样，特别是摆席的时候，慢一点连渣都抢不到。就是那个谁啊，那个谁呀？打雷了，拉米亚姐姐，我们快回去吧。阿姨说了，这种时候还待在海边，会被海参抓走吃掉的。海棠，等等！拉米亚姐姐，风暴很快就来了，别惦记海鲜了。赶海等风暴过去了还能再赶，那时候的收获更大嘞。不是，你看那里是不是有个人？
搞定了，累死人啊！我差点以为回不来了，这天气变化的好突然啊！阿爷说，这2年海神的脾气越来越差了，以前都没有这样的。海神，动辄搞出这么大的风浪，他都不会累的吗？这种问题得问祭司大人才行吧？对了，拉米亚姐姐以后是不是也能像祭司大人一样，挥挥手就能让风暴停下来啊？手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即使是祭司大人，也没办法轻易平定风暴。还得举办遗祭取悦海神才可以。祭司大人们都是怎么做的呢？说起来，拉米亚姐姐好像都没有和我说过神殿里的事情呢。求求你，不要！祭司大人，放过我！不要，拜托了，请放过我！啊！这样就可以到神明大人左右了吗？真好啊！拉米亚姐姐，神殿会装扮的像节庆那样，准备好漂亮的鲜花和美味的食物。接着，祭司大人们会开始跳舞，侍卫们则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规矩。总之，遗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。复杂的，我做到一半就睡着了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都像大人们说的那样，原来祭司大人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啊。能平息已经很幸运了。要知道啊，有一些灾难，不要说平息，人类连延缓和抵抗都做不到。没办法抵抗。拉米亚姐姐，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灾难啊？什么灾难？当然是什么灾难来着？
你醒了，拉米亚姐姐。你还好吗？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我叫拉米亚，我和这个孩子在风暴来临前把你从海滩上捡了回来。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自己还有印象吗？没关系，不用强行回忆。落水刚醒来是这个样子的，脑子会很乱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帮你倒杯热水。没办法，都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，遇到这么大的暴风雨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被烫到了？哎呀，别急，热水别喝得这么快。你刚刚说了什么？这算是在夸我吗？和你认识的那个人不像比较好吗？不过，我看你也挺眼熟的，说不定我们在赶集的时候见过面呢。当然可以，带你看都行。不要担心，这里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。只是今天太晚了，外面还有暴风雨，你又刚醒。等明天你好一些了，我再带你四处走走吧。
晚安。